小姐，姑爷和那位苏小姐还在前厅催呢，说您再不去，他们就怎样？就说要闯进来了。找人把这棵树砍了。小姐，这树可是您和姑爷当年砍了，碍眼。你就是江玉，一个低贱商女，也配当红郎的妻子？识相点儿，自己下堂求去。你呢，也是这么想的？玉娘，月真的话虽然难听，但说的没错。我现在是状元了，我们和离吧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玉娘，好歹夫妻一场，别闹得太难看，好聚好散吧。好聚好散。齐元豪，你10岁那年快饿死了，是我爹给你饭吃。12岁跪在我家门口求我爹供你读书，说愿意当牛做马，中了秀才又跪着求娶我，发誓这辈子绝不负我。这13年你吃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我家给的？现在跟我说好聚好散，红郎跟他废什么话？他不要脸，你就给他个痛快，写休书。江娘子，我家小姐是青山伯府嫡出的4小姐，贵妃娘娘的亲侄女，你最好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。听见没？红郎，快写休书。好，大小姐，您要查的事儿都查清楚了，人也带回来了。带进来。宋玉书见过大小姐。江娘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找个戏子来就想污蔑我家小姐？嬷嬷误会了，只是我家仆从偶然救了这位宋公子，他说是苏小姐的旧识，我便请来一见，免得苏小姐牵挂。宋公子，你与苏小姐是旧识？是，在上京时，苏小姐是雅乐戏坊的常客，尤其爱点我的戏。哦，原来是知音。何止知音，我与月珍关系匪浅。你住口！宋玉书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们身份悬殊，本就不该开始。是谁日日给我送点心诗词？是谁说心悦我，此生非我不嫁？又是谁拉我进了你的帐子？红郎，他胡说，他是因为对我有非分之想，被赶出府，现在来报复我的。好了，旧情人相见，难免激动，有误会说开便是，何必喊打喊杀，还要取人性命？别看我就是个看戏的。你们继续。江玉，你这低贱的商妇，我定要你死！我倒想看看青山伯府的小姐，贵妃的侄女，要如何要我的命？是买凶杀人，还是纵火烧宅？江娘子是明白人，当知什么人能得罪，什么人不能得罪。我是市井小民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逼急了命都可以不要。就是不知道青山伯府百年清誉和贵妃娘娘的脸面要不要？江娘子到底想怎样？和离可以，但这13年来，你吃穿用度、读书赶考，花我江家的每一分钱，连本带利给我还回来。凭什么红郎？写休书，立刻休了他！休书？敢问苏小姐，7出之条，我犯了哪一条？无子，成婚3年无所出就是大罪。齐元洪，你来告诉他，我们成亲那日，你父亲去世，你我守孝3年，至今未曾圆房。这无子的罪从何而来？反倒是3不去。我曾为齐家汪父服孝3年，此乃禹庚3年丧，他娶我时贫贱，如今富贵，此乃前贫贱后富贵。我占了2条。敢问苏小姐，青山伯府的权势，莫非大得过朝廷法度？玉娘，不，江大小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如何便如何吧。好，
第一，合理；第二，把这13年的账一笔不算清。夏荷，取我的算盘来。束修笔墨，1年50两，10年500两；日常伙食衣物，1年80两，13年1040两；交际应酬，赶考盘缠，孝敬作诗，以上各项连本带利，共计12570两，又350文。齐状元、苏小姐，结账吧。月珍，这钱我怎会随身带1万多两银票？无妨，那就请苏小姐和状元郎在此稍后，让您的仆从回京，或者去典当些首饰，慢慢筹钱。钱到，和离书即刻签押。嬷嬷，我这个人喜欢今日事今日毕，拖久了，外面传出什么风言风语，我脸皮厚无所谓，就不知青山伯府和苏小姐是否担得起。宋公子，方才多谢你仗义直言，你我两清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大小姐救命之恩，玉叔没齿难忘。只是玉叔还有几句话想单独与大小姐说。玉叔3岁被卖进戏班，班主只当我是赚钱的器皿。我很羡慕齐状元，他在最落魄时能遇到大小姐您这样的人。可他没有心，他辜负你。你退后！大小姐，我比齐元洪强，我样貌不差，会唱曲，最是听话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绝不忤逆。而且，玉叔可以不要名分。今天真是开眼了。苏月珍不会放过你，我劝你拿了钱赶紧逃命去吧。大小姐，不能给玉叔一个栖身之所吗？不能，你我两清，请吧。今日之恩，玉叔记下了，望有朝一日还能与大小姐相见。这是100两，一点心意，望宋公子此去前途坦荡。大小姐敞亮，方才是宋某唐突了，就此别过。我会让人送你到安全之处。多谢。给你，满身铜臭的贱商！小姐，还差20两，又350文。还差5两6文。罢了，这点零头我就不与你们计较了。签字画押吧。大小姐，事情办妥了，老爷夫人已经接到消息，随时能动身。李叔，你之前提过我的身世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13年前，楚国公府嫡长女江宝珠在上元灯节走丢，才3岁，国公也找了好多年。前些日子，我们在南石镇查到线索，确认您就是当年走失的大小姐。这玉佩是您小时候戴的，上面有楚国公府的印记。楚国公府，我亲爹娘还好吗？国公爷身子不太好，一直念着您，世子和夫人也天天盼着您回家。我爹娘知道了吗？已经委婉告诉他们了，他们虽然舍不得，但希望您能回家，平平安安、体体面面的过日子。好，收拾东西，我们连夜出发，去京城。是。
属下这就去安排车马，悄悄走。我的儿，回了那边就是国公府的小姐了，不能再像在家这么随意。要是受了委屈，也得忍一忍。娘，您和爹跟我一块儿走。这怎么行？我们是粗人，去上京进国公府，不得给你丢脸啊！你们是我爹娘，没你们，我早就死在哪个角落了。这一趟前路不明，我怎么能留你们在这儿？那苏月珍心肠歹毒，万一报复你们怎么办？对，咱一起走，闺女去哪儿，咱就去哪儿。玉儿，娘就一句话，到了那儿，谁给你脸色看，你别憋着，咱不惹事儿，也不怕事儿。关紧大门，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。大小姐，我们的人发现蒋家宅子外头有几个生面孔，在那儿鬼鬼祟祟，像是在盯梢。掉头回去看看。好你个张三，老娘！娘，别动，李叔，让你的人围住，等火烧起来再进去抓人，人赃并获。上，抓人！是。大小姐，人抓到了，怎么处置？带上，走。小姐，天福他一夜没回来。哦，我让他去收拾江玉那个贱人了，烧死最好，一了百了。什么？您让他去放火？这要是被抓到，抓到又怎样？一个贱民，我青山伯府还捞不出来？嬷嬷，你胆子也太小了。楚国公府的人见过六皇子殿下。你是？臣女江玉，见过六皇子。江玉，楚国公府那位刚认回来的大小姐。正是。这地方不太平，别久留，赶紧走。多谢六皇子救命之恩。这就是大妹妹吧？跟你娘长得一模一样，可算回来了。
孙女江玉拜见祖父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这儿是你家，安心住下。是，祖父。江明昌、程秀云，多谢二位13年来对玉儿的养育之恩，你们是我楚国公府的大恩人啊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国公爷，玉儿就是我们亲闺女，该做的。我的珠儿，娘的心肝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珠儿，我是爹爹。父亲，从今天起，江玉就是我楚国公府的嫡长女，她在外面受的委屈，就是国公府的事。玉儿，一路辛苦，跟祖父去书房说说路上的事。你恨齐元洪吗？不恨，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，恨他浪费心情。但他和苏月珍欠我的，得还。你当众和离，如今又回了国公府，不怕别人议论你二嫁之身？错的是他们，我为什么要怕？该怕的是他们。我越是坦荡，他们越不敢提。我要是遮遮掩掩，反倒成了画饼。哦，那你打算怎么让他们还？我想好了，先把我和齐元洪、苏月珍的恩怨写成告示，贴满上京。等满城都在传这事儿，青山伯府坐不住的时候，我们再亮出我的身份。然后呢？他们理亏，我们占理。到时候是赔礼赔钱，还是让他们在御前吃挂老，就由我们说了算。主动权在咱们手里。好，哈哈，有胆有势，恩怨分明，不愧是我江家的血脉。李忠，还有我院里的廖嬷嬷，以后就拨给你用了。他们是我的人，忠心能干。你有事儿尽管吩咐他们。谢祖父。玉儿，放手去做，让上京城看看我楚国公府的嫡长女到底是什么样。大小姐，这位是廖嬷嬷，国公爷拨来伺候您的。老奴廖氏见过大小姐。嬷嬷请起，下河给廖嬷嬷看座。是，从今儿起，你们就是我云峰院的人。我只有3条规矩：忠心、嘴严、守勤。做得好，我自不会亏待。若有吃里扒外、搬弄是非的，我眼里可揉不得沙子。是。嬷嬷，有件事我要先跟你说清楚。我曾嫁过人，是和离回家的。老奴知道，国公爷交代过，让老奴全心伺候大小姐。不只要伺候，我还要嬷嬷帮我做件事。我和离的事不必藏着掖着，我要你把我为何和离，齐元洪与苏月珍如何逼迫，苏月珍如何要烧死我，151事，跟府里各房都说明白。大小姐，这外头难免议论，让他们议，错不在我，我为何要怕？这是我写的告示，你交给李忠，让他找人连夜勘印。明日凌晨，我要这告示贴满上京城热闹的地方。大小姐，这是要……我要让全上京的人都知道，青山伯府的千金和金科状元是负什么罪？你这逆女，你要把和离那点破事儿闹得人尽皆知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楚国公府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爹，齐元洪赶考的钱是我养父母出的，他攀上高枝就要休我，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？是，可家丑不可外扬。青山伯府明明知道他有妻室，还要把女儿嫁给他。苏月珍站在我面前逼我让位，后来还想放火烧死我，这算不算仗势欺人、草菅人命？算。可既然错的是他们，丢脸的也该是他们，我怕什么？
你一个和离的女人，以后还嫁不嫁人了？为父是想给你找个更好的归宿。靠瞒出来的好归宿，我不要。江承业，你还有脸训女儿？珠儿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在哪儿？现在他要讨回公道，你反倒学他丢你的脸。我跟女儿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看看你教的好女儿。我教的再差，也比你强。你除了逛花楼包戏子，还会干啥？一事无成，你才最丢人。爹，在外面没本事，回家就对老婆孩子动手的男人，才最让人瞧不起。我苦命的珠儿，是娘没用，当年没看好你，让你被人拐走，现在又让你受这种委屈。娘，都过去了，我没事。没过去？你3岁那年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自己走丢？肯定是有人故意害你。娘发誓，一定要查出是谁拐了你，把他千刀万剐。娘，您是说我当年是被人故意拐走的？今有恶徒齐元洪，寒门出身，受岳家供养，得中状元，转头攀附权贵，停妻再娶，实乃背信弃义之小人。这不是在说青山伯府那位新姑爷吗？还有青山伯府4小姐呢，毒如蛇蝎，逼死原配，纵火行凶，这罪名可不小。青山伯，快来瞧瞧，这说的可是你家贤婿和千金。胡言乱语，不知哪个宵小作祟。哦，那齐状元先前是否真有妻室？贵府4小姐是否要嫁他？我家的家事，轮不到你过问。岳侯，你自己去看吧。江玉，是他竟然真的敢！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江瑜究竟是什么人？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她就是学生以前的夫人。你不是说都处理干净了？和离书签了，钱也给了。她一个市井妇人，哪来这么大本事，一夜之间把告示贴满上京？学生真不知道，但她不是普通妇人，她读过书，有手段。和离那会儿，她还找来了一个人。谁？一个戏子，叫宋玉书。他一露面，4小姐就慌了。学生那时候才明白，4小姐跟他有过私情。月珍年少不懂事，犯过点小错，我已经罚过了。要不是出了这事，你以为你能攀上我青山伯府？祖父，你得给我做主，肯定是江玉搞的鬼，我要他死！闭嘴，还嫌不够丢人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派杨天福去南石镇了？是，我让他去教训江玉，烧死那个贱人。可惜杨天佛办事不力，没了音讯，江玉也跑了。伯爷，查到了，这告示用的纸和刻印手法出自西城文华斋书局，那书局是安陵侯夫人的产业。安陵侯？不对，他跟我素无仇怨，难道是
承恩侯府，他们一直跟贵妃娘娘不对付，莫非是他们在给老夫设局？我家国公爷说了，贵府的人原样奉还。伯爷，是杨天福，人已经死了。杨天福怎会落到楚国公府手里，还死了？楚国公这是在警告我，还是……伯爷，贵妃娘娘传信，告示一事已遭御史弹劾，而且娘娘至今没能见到皇上。青山伯接旨，皇上口谕，着青山伯即刻进宫见驾。楚国公，好巧，同朝为官，若有事，大可当面分说。你欺负我楚国公府人的时候，可想过要当面分说？皇上，江爱卿，快免礼，看坐。老臣有罪，本不该带病来扰您清静，可是老臣心里苦啊！爱卿何出此言？快起来说话。皇上可还记得老臣13年前走失的那个小孙女？记得，那孩子甚是聪慧，朕还有印象。苍天有眼，前些日子，老臣终于把她找回来了，那是喜事啊！是喜也是大悲。那孩子命苦，被好心人收养，嫁了个读书郎。谁知那书生中了状元，便要休弃他。和离时得罪了那状元和青山伯府的4小姐，他们竟要放火烧死他。皇上，老臣就这么一个嫡亲的孙女，自小丢了，吃了多少苦，如今刚找回，就差点被人害死。老臣这心里跟刀割一样啊！求皇上为老臣做主。朕今日召你，正是为那告示之事，却不知那被欺辱的女子，竟是爱卿失而复得的孙女。皇上明鉴，臣实在不知那是楚国公的孙女，臣治家不严，甘愿领罪。皇上，臣妾疏于管教家人，特来请罪。皇上，千错万错，都是臣妾与家人的错，求皇上责罚。国公爷，您保重身体。无妨，无妨，只是想到我那苦命的孙女，老夫若撒手去了，她孤零零一个，可怎么办啊？太后娘娘驾到！皇帝，哀家听说江家那小丫头找回来了，还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呀？传朕旨意，相关人等全部带进宫来，朕要亲自问问。真巧啊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江玉，是不是你干的？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！看什么看？现在后悔也晚了。臣女江玉叩见皇上、太后娘娘。好孩子，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。眉眼像极了，这些年吃苦了吧？我幼时被拐，辗转自卖为婢，吃了不少苦头。后来养父母收留了我，待我极好。如今他们年岁大了，我便开了个小铺子谋生。是个聪明孩子，也多亏养父母心善。改日带他们进宫，哀家要赏。你被迫和离，又差点被害，心里肯定有怨。今日皇上在，你说说，想怎么了结？臣女确实有恨，齐元洪已还银钱，本可两清，
但他们不肯罢休，竟要我的命。这口气咽不下，才贴出告示。祖父疼我，才求到御前讨个公道。江玉，这事你想怎么了结？臣女恨他们，但不想一辈子困在仇里。有些话必须说，不是为私甚，是想跟陛下说说，当官该怎么当，做人该怎么立身。准奏，起来说话。臣女最近读史，总在想强秦为啥2世就亡了。哦，说说看。始皇帝统一6国前用的都是能人，可统一之后，反倒宠信赵高、李斯这种没德行的人。先帝驾崩，他们竟敢压着不发丧，篡改遗诏，硬把胡亥扶上对。结果先帝的灵柩跟臭鱼混在一车运回来，公子扶苏被逼自尽，大将蒙恬也含冤而死。秦法太严，赋税又重，老百姓活不下去，天下一哄而起，转眼就垮了。臣女觉得，秦王的一大根子就是用人没看德行。要是赵高、李斯还剩点良心，也不至于闹成这样。所以啊，当官的德行得摆在第一位，没德的人就算本事再大，也像把刀悬在头顶，迟早祸乱朝堂，甚至动摇国本。臣女妄言，请陛下恕罪。皇上，臣教女无方，家风败坏，甘愿领罚。臣妾也没管好他，求皇上责罚。陛下，臣女对子不教父之过有点别的想法。孩子怎么教，关键看家里平时怎么做。爹娘自己德行有亏，说话做事没个正形，孩子哪学得会忠信礼义？所以教重在以身作则。家风歪了，子弟难成才。因此朝廷选官不能只看本人，还得查他家3代。臣女斗胆建议，为官者3代之内不能有作奸犯科的。要是亲戚犯过事，子孙就不该入仕。江玉，你非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吗？肃静，尔等听旨。齐元洪德行有亏，不配为官。即日起，褫夺状元功名，革去一切官职。你本人和3代以内子孙都不能参加科举，也不能入朝为官。苏月珍纵火行凶，心肠歹毒，念在没出人命，明日午时，菜市口当众杖责30，以儆效尤。皇上，臣女知错了。住口！谢恩。青山伯治家不严，罚俸2年，闭门思过1个月。苏贵妃也有失察之责，罚俸2年，禁足2个月。臣领旨谢恩。臣妾领旨谢恩。你是仆主，还有别的要求吗？臣女只求苏四小姐按市价赔我那被烧毁的宅院。准了，都退下吧。江大小姐，手段真高啊！伯爷过奖，比起令孙女放火烧人的手段，我这不过是自保罢了。楚国公得了个好孙女，可惜呀，终究不是男儿，没法继承门脉。她虽是女子，但明事理，知进退，不会给家里惹祸，这就够了。赔偿清单稍后送到府上，望伯爷守信，早点结清。告辞。今天在御前，你太大胆了。3代不得为官这话，几乎是在逼皇上做选择。孙女是在赌。赌什么？赌陛下是明君，听得进逆耳忠言，分得清什么是家国长远之计。我说那些话，不只是为了私怨，
更是为朝廷选贤任能进言。要是陛下连这点胸襟和远见都没有，那你今天就是自寻死路。是，但我赌赢了，不是吗？你呀，胆子是真大，往后做事得多加小心。孙女明白。江大小姐，有事？为啥从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？我要是早知道你是楚国公府的千金，我怎么会……早知道你就会对我一心一意，不去巴结青山伯府了。齐元洪，你心里那点小算盘，真当我看不明白？我只是想看看你能无耻到什么地步。我承认我对不起你，你要报复，我认了。可你为啥这么狠？夺我功名就算了，为啥连我3代子孙的仕途都要断掉？你这是要我和我的后人永世不得翻身啊！狠！你还记得当年跪在我爹娘面前求娶我时发过什么誓吗？你说，若他日负我，就让你和齐家子孙世世为奴为婢。现在，我只是让你3代不能做官，比起你当年的毒誓，已经够仁慈了。你居然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，我还记得你10岁那年快饿死了，是我爹给你一口饭吃。你读书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家出的，你现在反倒质问我为啥狠？当初你算计我，逼我和离，任由苏月珍羞辱我时，想过对我仁慈半分没有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求你高高抬贵手，饶了我吧！我寒窗苦读10多年，不能就这么毁了呀！过去的情分，齐元洪，你对我有过半分真心吗？当你对我用尽心机的时候，想过我会怎么样吗？今天落到这一步，全是你自己作的。齐元洪，你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，还敢来！王八羔子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！老娘供你吃，供你穿，供你读书考状元，你就这么报答我们？还敢欺负我闺女！畜生！江家哪点对不起你？我打死你个没良心的！都怪我，当年就不该心软收留你这个祸害！给我打！往死里打！打完丢出去！死里打！探探鼻息，别真打死了。回大小姐还有气，晕过去了。拖出去，丢到青山伯府门口，告诉看门的人，让他们家4小姐看好自己的人。我不嫁，死也不嫁那个废物！她现在啥都不是了。月珍，你就认命吧，这都是你自己作的。不嫁她，你还想嫁谁？你做的丑事全上京都知道了，明天还要去菜市口挨板。除了她，哪家好人家肯要你？来了，官差押着人来了。我当是谁占了这最好的位置，原来是陆夫人。这位便是刚寻回的江大小姐吧？见过长公主，玉儿，快来拜见长公主殿下。臣女江玉拜见长公主。免礼。果然气度不凡，比下面那个强多了。苏家这丫头从小被惯得不知天高地厚，有今日也是活该。这江南的茶倒是比京城的更有几分清气。你的事本宫听说了，有胆有识，不错。过几日得空来我府上坐坐。谢长公主抬爱，臣女恭敬不如从命。小姐，东双姐从颍州来了，正在府里等您。说
咱们草原上的那批货，路上出了点问题，被卡住了。回。小姐，您可回来了。坐下说，喝口茶。出什么事了？小姐，咱们从江州到上京那条水路，怕是走不通了。奴婢按您吩咐去曹帮打点，想规整出条稳妥的货运线。可那曹帮的管事说，那条线半个月前就被人高价包了，签了长约。被谁包了？是个生面孔，说是江州陈家的大少爷。奴婢打听了，这陈家本是做绸缎生意的，他姑父是之前倒台的江州转运使孔文杰。孔文杰一倒，陈家欠了巨债，这才变卖家产，连几条跑长途的大货船都卖了。买主就是这位陈家少爷。祖父不怎么管你父亲了，银钱上管得紧。他们之前会到我这里要银子，近段时间不来了，但我又担心他们在外做了不该做的事。夏荷，立刻去请李管家过来，马上。是。大小姐，有何吩咐？李叔，你立刻派人分2路去查。第一，查清楚江州陈家卖掉的那几条船真正的买主是谁，有没有接手人，是否跟我父亲或者我大哥江家荣有丝毫牵连。第二，想办法务必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，仔细查验那几条船上现在运的到底是什么货。记住，我要知道最真实的情况，任何异常都不能放过。大小姐放心，老奴亲自去办，最快速度给您回话。大小姐，查清了。说，船确实是老爷买的，他没亲自出面，是通过身边那个叫来福的长犊找的中间人，用的是老太太嫁妆铺子的收益，还有大少爷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笔钱，凑在一起买的。老奴派了最得力的暗卫，趁夜摸上码头那几条船，撬开了几只货箱，面上是寻常江南布料，可下面层层叠叠，塞得满满当当，全是丝盐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暗卫偷偷刮了些粉末回来，验过了，是上好的景盐，绝非官盐，分量怕是有数千斤。备轿，去祖父书房。祖父，李忠暗中查探清楚，那2艘来路便宜的货船船舱之内全部藏匿私盐，牵连极大。逆子，孽障！他们是要拉着整个楚国公府给阎王爷陪葬啊！祖父息怒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。父亲和大哥再糊涂，也没那胆子，没那门路去碰私盐。孙女怀疑他们是被人设局了。接着说。卖船的陈家跟倒台的江州转运使是姻亲，江州挨着南陵府，那是岭南王的地盘。私盐暴利，岭南王向来富得流油，可钱粮从哪儿来，一直没人说得清。而跟咱们楚国公府有仇，又可能跟岭南王搭上线的，就是青山伯府和苏贵妃。祖父，这分明是个连环套，先用债务逼陈家卖船，再引父亲和大哥这种蠢货买下早就装满私盐的船。一旦事发，人赃俱获，楚国公府私贩盐铁，勾结藩王，图谋不轨，立马万劫不复。月儿，案子要是爆出来，证据确凿，我楚国公府顷刻间就得满门抄斩，你怕不怕？怕也没用。祖父，船进府门那刻起，咱们就站在悬崖边了，现在没退路，只能抢先一步，把下套的人一块拖下水。好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立刻，马上，秘密控制所有人，父亲、大哥、常随来福中间人一个都不能漏，所有船和货原地封存，谁都不准靠近。然后审。
放肆！你们干什么？我是世子，谁敢动我？廖嬷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听说国公爷把程烨和嘉荣都带走了。是啊，嬷嬷，好端端的，这是要整顿什么家风？总得让我们知道缘由啊！夫人、大少奶奶，国公爷有令，近日府中需肃清内外，世子与大爷需配合查问一些事情，具体缘由，老奴不便多说，还请夫人和少奶奶回房静候，莫要为难老奴。孽畜，说，那些船，那些要命的私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让你买的？父亲，儿子不知啊，儿子真的不知道那是私盐，儿子只是看那船便宜，嘉荣又说稳赚不赔，能补上上面的亏空，儿子鬼迷心窍，就答应了。稳赚不赔？那船为什么便宜？你长没长脑子？谁牵的线？谁带你去看的船？是嘉荣，是他说有个赚钱的门路，带我去启梦楼吃酒，认识了陈家大少爷，是他说运货赚钱，怂恿我买的船。父亲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启梦楼是你带我去的，买船也是你天天在我耳边念，说稳赚不赔。嘉荣，我的好儿子。爹，我真被人骗了，我啥都不知道。这事儿里头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玉儿，扶我出去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李忠按计划把江州陈家大少爷、启梦楼的老鸨，还有船老大都请到隔壁了。你自己拿主意吧。把他嘴里的东西拿掉，腿上的绳子解开。您就是大小姐吧？奴才现在是楚国公府的人了。你以前是谁家的？娶过媳妇儿没？有孩子吗？奴才原是江州陈家的，老婆孩子都在江州，娃10岁了。哦，这样啊。那孔文杰当时犯了啥事？这奴才哪知道，主家干的事儿，我们下人……哦，原来孔文杰是你主家。不是，奴才真不是孔家的人。奴才是陈家的。你干过什么，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这条命肯定保不住了，要不要为了你那主家的秘密，连你10岁儿子的命也搭下去？你好好想想，我给你10息时间，说不说？动手，先拔牙，拔几颗，回头找他儿子，照样拔。小孩子的哭声说不定更好听。我说，船是孔家和陈家合伙的，私盐是孔家牵头干的，我就是在江州吴家屯接货，别的真不知道啊。带下去，提江州陈家大少爷。大小姐，川老大是不是全招了？我不知道啊！不，我都说。那你先说说看。您得问啊，您不问我咋知道该说啥？你们那条船运私盐多久了？2年了。前我姑父孔文杰说要拉我入股，后来才知道是运私盐，赚多少我不清楚，货到了地方就有人接，后面的事儿我们不管。都运到哪儿了？上京、颍州、柳州、陇西，每个地方谁接货我都记得，我都交代。销赃的线都铺到好几个州了，这根本不是小打小闹。谁指使你设计把船卖给我爹的？
是启梦楼的老鸨蓝牡丹。他说把船卖给楚国公世子，就能帮我家渡过难关。我爹信了。一个老鸨的话，你们也敢信？蓝牡丹可不简单，听说他手眼通天，背后有大人物。我们也是走投无路。蓝牡丹为啥非要帮你牵线卖船，还专门指定卖给我爹？他说给船找个好下家，顺便收拾个不听话的。既然大小姐把奴家请来了，奴家也没什么可说的，要杀要剐，给个痛快便是。你认识我？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您一个闺阁千金，奴家是青楼老鸨，怎会认识？不认识我，开口就喊我大小姐。你跟江家荣什么关系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说，我若顺着你和江家人这条线往下查，能查出什么？大小姐不必多费口舌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，奴家等着。好，成全你。我知道你不怕死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但你总有怕的东西。等我找到那天，我们再聊。大小姐果然不简单。把蓝牡丹单独关起来，严加看管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要是蓝牡丹死了，你们提头来见。是。李叔，2件事。第一，动用所有人手和关系，把蓝牡丹的底细查个底朝天。蓝牡丹是哪人？什么时候来的京城？怎么接手启梦楼的？过去干过什么？见过谁？一丝一毫都不能漏，尤其是蓝牡丹来京城前，跟哪些地方、哪些人有过牵连？第二，地牢里那3个，陈大少、船老大、蓝牡丹，给我盯死了。还有盯紧大少爷那边，江家荣本人，江家荣院子里的人，特别是那个常随冯安，但凡有点变动，哪怕只是多看了不该看的地方一眼，立刻报我。老奴明白，这就去安排。目前可知，私盐网络至少运作了2年，靠已倒台的江州转运使孔文杰撑腰，卖到了上京、颍州、柳州好几个州，规模不小。孔文杰是明面上的保护伞，但未必是源头。关键中间人是启梦楼的老鸨蓝牡丹，他身份不明，来历不清，还对我楚国公府有敌意。陈大少招供，他说卖船是为了教训不听话的，这人嘴硬得很，不怕刑。祖父，结合杨天福之前交代的，贵妃和岭南王可能有救，江州又警告着岭南王的封地南陵府，孙女怀疑这事背后恐怕有岭南王的手笔。这不是普通的私盐案，而是冲着我楚国公府来的，甚至可能牵连更广的政治阴谋。咱们已经被卷进漩涡中心了。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，玉儿，案子走到这一步，早就不是咱们一家的事了。私盐赚的钱能养兵，勾结藩王，能撼动朝廷根基，这怕是要祸及社稷，动摇国本。祖父，从那艘船进府门起，我们就没退路了。现在只能查清真相，斩断黑手，杀出一条路。祖父，地牢审讯、府里议状，加上您的朝堂线索，我串了一遍，有个推论：
第一，蓝牡丹不怕用刑，她有恃无恐，背后有人保她或者捏着把柄。第二，她对国公府有敌意，单纯图利，不会说教训不听话的，这是私仇。第三，父亲买船，江家荣全程经手。蓝牡丹为何选他？因为他蠢，未必，他可能就是棋子，甚至是目标。第四，我来府里这些天，赵姨娘对父亲不上心，对江家荣却异常在意。今天她拦我，捏着帕子的手直发抖，她是真怕。你是说，私盐案是明枪，冲着国公府；换子和下毒是暗箭，冲着长房血脉。这两件事可能出自同一只手。蓝牡丹、赵姨娘、江家龙被同一根线牵。李忠，立刻带人秘密控制江家荣，还有他身边的心腹小厮，深挖他近2年的行踪，特别是跟启梦楼、蓝牡丹的往来，挖地3尺也要查清。是。小姐，回去吗？今夜怕是许多人睡不着了。坐吧，过来。这眉眼却有几分像你外祖年轻时的模样。你身子一直不好。老祖父挂心，是孙儿自己不争气。国公爷，夫君他每日汤药不断，却总不见好，反而越发……吕大夫，劳烦你给他看看。不是病，是毒，长期微量摄入，至少5年以上，毒已入脏腑，坏了根基。不可能，汤药都是赵姨娘每日亲手熬炖，她说那是外头名医开的方子，最是温补。来，即刻封了赵氏的院子，里外所有人等一律不准进出。他房中所有药材、药罐、器皿，连同经手过的每一个仆妇，全部给本国公拿下，分开严审。是。查清了，赵姨娘每月初1去灵岩寺上香，必在百草堂购药，方子常变，但必有一味草屋。大少爷的常服每月15去回春堂，方子也不同，但必有川屋。启梦楼蓝牡丹每月去西城小药铺买犀角，这3味药分开无害，长期混合煎服就是慢性毒药，症状跟二少爷一样。当年接生的稳婆呢？找到个李婆子，已经招了。当年世子夫人和赵姨娘同天生孩子，赵姨娘难产，世子爷闹着要先救她。乱糟糟的时候，赵姨娘身边的嬷嬷把2个婴儿的襁褓调换了。大小姐安。姨娘看着心神不宁，是担心大哥，还是担心二哥？贱妾自然都担心。是吗？可我听说二哥每天喝的补药是姨娘亲手熬的，姨娘这片慈母心真让人感动。就是不知这当娘的举动里掺的是爱，还是别的东西。国公爷，赵姨娘刚才想咬舌头，被拦下了。她嘴里一直念叨：“蓉儿，我对不起你，是他们逼我的。”走吧，去地牢，是时候听听你那好大哥还有什么话可说。
常福每月15去回春堂买带川乌的药，赵姨娘每月初1去百草堂买带草乌的药，蓝牡丹每月买犀角。这3样合兼是慢性毒药，二哥中的就是这毒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凑巧罢了。当年襁褓被调换，你江家荣是赵姨娘生的庶子，江家木才是嫡子。赵姨娘为保你富贵，默认你知道身世后，对真嫡子下毒。她刚才还想自尽，临死前全撂了。她说是她逼你，但你6岁就知道自己是谁。这些年你一直配合她，除掉江家木。她胡说，她污蔑我。污蔑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明知自己是庶出，为何从不透露？父亲买船，你为何积极牵线？蓝牡丹许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出卖亲父和全族？因为你怕失去嫡子身份，怕没资格继承爵位，所以你默许生母毒杀兄弟，勾结外人陷害父亲。江家荣，你这嫡子身份是偷来的，你这20年的人生全靠毒杀和背叛。是，我是知道了，我从6岁就知道我是假的，我每天都害怕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不弄死江家木，等他长大被认回去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还有父亲，他就是个废物。可他占着世子位，蓝牡丹他们答应我，事成之后能扶我上位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不跟他们一起，他们就会捅出我的秘密。是你们逼我的，是这世界逼我的。我楚国公府20年的养育心血，竟养出你这毒害兄弟、谋算亲父的逆子！礼法大于天，家规胜于国法。嫡庶之别是家族基石，一旦松动，祸患无穷。今日他对亲兄弟、亲生父亲下手，来日他便敢对全族下手。家不严，何以平外事？此风不撒，国公府再无宁日。依你之见，该如何？依家法，当诛。国公爷、大小姐，赵姨娘她在房中上吊了，发现时人已经凉了。知道了，去地牢告诉江家荣，他生母赵氏已先走一步，让他选个体面方式自行了断。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体面。是。大少爷，赵姨娘已在房中自尽了。国公爷说，让您选个体面些的方式，自行了断。我不，祖父，我要见祖父，我是他亲孙子。国公爷不会见您了。大少爷，请吧。凭什么？又不是我要换的身份，是赵姨娘，是你们，是这个世界逼我的。我想当好人，是你们不给我机会。还有他，这个废物，他凭什么当世子？他活着就是浪费。我没错，错的是你们。按住他。收拾干净。
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李管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去跟父亲认错。国公爷说，让世子爷您好好反省，您的命暂且留着。小姐，方才胡管事那边递了话过来，说地牢那边和赵姨娘院子里都清理干净了，府里也循例打发了一批嘴不严、手脚不干净的下人。李婆子，把你当年做过的事，当着主子的面再说一遍。是，老奴有罪。21年前，世子夫人和赵姨娘同日生产，赵姨娘难产，世子爷硬要抢夫人这边的稳婆。混乱中，赵姨娘身边的嬷嬷塞给老奴1包银子，让老奴将2个刚出生小少爷的襁褓给调换了。你说什么？调换？没错，你养了21年的儿子江家荣，是赵姨娘所出的庶子，而你亲生儿子是他江家木，他被换到庶子位置上，这些年来还一直被赵姨娘和江家荣合谋下毒，病得下不来床。那他，我的蓉儿呢？我的蓉儿在哪儿？母亲，江家荣昨夜已畏罪自尽。母亲，是你，江玉，都是因为你。自从你回来，国公府就没有一天安宁。夫君死了，我现在算什么？我完全完了！你这个三星扫把星！放肆！江家荣身为庶子，窃据敌位，毒害兄弟，勾结外敌，已畏罪自尽，此乃家法处置。江家木即日中重归嫡子之位，其次吴氏、子云康皆为嫡系。好一个重归嫡子！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江陵侯府的嫡女，嫁给你们楚国公府的私人庶子！都散了吧！今日之事，谁敢外传，家法严惩不当。我的蓉儿，我养了她21年啊！她小时候也很乖的，会叫我娘亲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还有家木，我的亲儿，我竟从未好好看过她，她变成这样，我竟不知道。母亲，大哥是被人教坏了，走了绝路。二哥如今回来，您还有机会弥补。当务之急是稳住这个家。玉儿，娘心里乱得很，以后该怎么办？母亲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江陵侯府涉嫌贩运私盐，此事一旦查实，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张香英此刻回娘家未必是好事，我们楚国公府必须与梁陵侯府切割干净。娘明白了，这个家以后娘怕是扛不动了。玉儿，娘以后只能指望你。夫人，大小姐，不好了！江陵侯和侯夫人到府门前了，带了好多家丁，气势汹汹的，说要见国公爷和讨个说法。来得正好，母亲您歇着，我去看看。
国公爷，今日之事，您必须给我江陵侯府一个交代。我好好的嫡女嫁过来，如今夫君死了，身份也成了庶子媳妇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就是我们香菱做错了什么，要受这等羞辱？你们楚国公府必须补偿。侯爷、夫人，此事国公府也是受害者。江家荣窃据嫡子之位21年，毒害真正的嫡兄，证据确凿，他乃畏罪自尽，国法家规皆容不得他。那与我女儿何干？她嫁的是你们楚国公府的嫡长孙，她嫁的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庶子，一个罪人。这门亲事的基础从根子上就是错的，是建立在欺瞒与罪恶之上的。如今真相大白，错误得以勾正，何来补偿一说？你强词夺理！你们害了我女儿一生！害了她一生的是隐瞒身世作恶的江家荣，是策划换子下毒的赵姨娘。楚国公府清理门户，处置罪人，正是要杜绝此等祸患，还家族以清明。敢问侯爷夫人，若此事发生在贵府，又当如何？至于香菱嫂子，她若愿意留下，我楚国公府必不会亏待，她依旧是江家木明媒正娶的妻子。若贵府觉得失脸面，两家少来往也合情理。好一个楚国公府！过河拆桥，姻亲不要也罢。楚国公府，咱们走着瞧。祖父，雨已惊了，该收网。江州私盐运往上京，接头人赵万胜是张荣广的妹夫。张荣广是江陵侯心腹，他近半年出手阔绰，儿子在赌房欠的千两赌宅也还清了。江陵侯夫人上个月在玲珑阁买了100两金簪，这是他们可能藏账册和银钱的几处外宅地址。你确定要交给安王？此人心思难测。正因他心思难测，身处漩涡，他才更需要功绩，也更敢动手。他是锦衣卫统领，由他出面，名正言顺。我们只需偶然让这线索落到他属下手中，那属下恰好追查私盐。好，李忠会办妥。正言啊，娘这是为你好，为你弟弟好。你说你嫁了个病秧子，现在说是嫡子，谁知道以后呢？你把云康过继给张氏，他出身侯府，就算夫君没了，也能保云康富贵。母亲，云康是我的命根子，我绝不会把他过继给别人。你别不识好歹，你爹已答应江陵侯夫人，你若不答应，就是不孝。你爹说了，就当没生过你，从此吴家与你一刀两断。你自己想清楚，是守着病鬼和没前程的儿子被家族抛弃，还是把儿子送出去，换你弟弟的前程，换吴家继续认你？我国公府的子孙何时需要外人来安排去处？吴夫人，这里是楚国公府，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，请回吧。亲家母，过继子嗣是天大的事，岂是你上下嘴皮一配就能定的？郑言是我儿媳，云康是我孙儿，他们的去留还轮不到外人插手。你们楚国公府仗势欺人，我是他母亲，他的婚事子嗣我都能管。母亲，一个逼迫女儿骨肉分离，否则就要断绝关系的母亲。吴夫人，您这为你好，可真让人开眼。二嫂，你自己选。是继续做这个任由娘家拿捏，连儿子都保不住的吴家女，还是做楚国公府堂堂正正的二少奶奶？你的儿子永远只是你的儿子。拿去，从此我吴正言与吴家再无瓜葛。我的儿子，谁也别想抢走。圆圆乖，听祖母和姑姑的话，
娘要回外婆家一趟。娘亲，娘亲。母亲，他选了一条回不去的路了，我们对他仁至义尽了。江陵侯府贩运私盐，证据确凿，已上报父皇，判了全家流放北疆。谢家反应很快，交了银子辞了官。父皇小惩大戒，只杀了谢子浑。说来也奇，此番清查顺利的惊人，明摆着是有人早将罪证分门别类送到了本王手上。江姑娘，你说这是不是天佑正道，连老天都在帮本王？殿下洪福齐天，又一心为公，明察秋毫，恶行得以揭露，罪人得以伏法，自然是天理昭昭，正道昌明。好一个天理昭昭，正道昌明！江姑娘，本王今日受教了。此人心思太深，但也是一把目前最好用的刀，只是用这把刀要格外小心，莫要割伤了自己。嫂子，天冷了，路上保重，棉衣贴身穿着，暖和。为什么？活下去。江陵侯府倒了，谢家伤了元气，短期不敢妄动，家中也算清理干净。玉儿，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祖父，这几日我反复想，扳倒江陵侯，靠借安王这把刀，震慑谢家，靠您的余威和对方断尾决心。可刀毕就是别人的，余威也总有散去的一天。此次我们侥幸过关，是因为对手不够强，或者他们更大的图谋还没到拼命的时候。你想说什么？孙女想，唯有手握实权，立于朝堂，参与规则制定，才能真正庇护想庇护的人，守住楚国公府门楣。祖父，女子为官，前路必临坎坷，非易多。但大前开国至今，并非没先例。玉儿想试一试，请您助我。好。听你祖父说，你想做官？是，舅公，玉儿确有此心。哦，为何？女子相夫教子，打理内宅是正途，朝堂风波险恶，你怎么立足？舅公，以前女皇临朝，女史官也记事，女子为什么不能立于朝堂？若论风波险恶，内宅不输朝堂。玉儿以为立足之本不在男女，而在是否懂道理，是否有本事。道，你且说说，何为君子之道？论语有云：君子义以为质，
育儿浅见，亦是底线，是原则。对家是护卫亲人，传承门风；对国是忠君爱国，不损社稷。只要做事不违背这义，其道便可贵。譬如有个乞丐，又冷又饿，面前只有一个馒头，他若独吞，能活自己，却失了对穷苦人的人；他若平分，可能双双饿死。但若他靠这馒头活命，而后努力挣得10个馒头，分给其他9个乞丐。舅公以为他最初独吞馒头是义还是不义？巧言诡辩。文柏，带你表妹去藏书阁，老夫与你祖父还有话说。舍妹玉川年前嫁给少卿之子，如今日子颇为艰难。那家公子天天逛青楼，婆婆也百般刁难。方才听表妹一席话，确实想得明白。恕表哥冒昧，你与齐元和离归家，如今又立志做官，背着这么多骂名，可曾有过一丝后悔？后悔？我只后悔没早点离开齐家。人活一世，没几年活头，若连自己都做不到主，处处看人脸色，只能当个笼中鸟，那才真是白活了一场。婆母怪我进门1年没生孩子，夫君嫌我无趣，动不动就打骂。我回娘家哭诉，父亲只让我忍耐，说女子要以柔顺为德。我真不知这日子何时是个头。表姐，你可爱绣花，你可爱读诗，你可有自己的喜好？哪怕只是爱吃某样点心，爱看某处风景，这自然是有的。那便记住这些，记住你爱绣什么花，爱读什么诗，爱吃什么，爱看什么。在这些之前，你先是唐绿川，一个会哭会笑的人，一个有喜好的人。之后，你才是谁的女儿，谁的妻子。日子是自己过的，枷锁也是自己套上的。若觉得是绝路，不妨想想，最坏能坏到何处？是休憩回家，还是病逝离世？但无论哪种，总好过如今这般活着，却没了活气。你今日所言，虽有离经叛道之嫌，却也不乏几分歪理。这世道对女子苛刻，你能有此心性，不易。这方砚台随老夫30年了，今日赠你，望你牢记今日义字，做事对得起自己，别走歪了路。谢舅公厚赐，玉儿定当铭记。娘娘，楚国公举荐江鱼为官的折子，皇上留中不发了。哀家知道，女子为官有违祖制，易惹非议。但皇帝，祖制也非一成不变。文德女皇时，便有女子入朝的先例。母后，此一时彼一时。那江玉虽有些小聪明，但毕竟年轻，又是合离之身，恐难服众。服众是靠家世、靠姻亲，还是靠真才实学？皇帝，你父皇在时，楚国公夫人与哀家有救命之恩。楚国公这些年对朝廷也算忠心，如今他家嫡枝凋零，好不容易出了个有胆识的孙女，想为朝廷效力，你连个考核的机会都不给，岂不寒了老臣的心？不过是让他考一考，考过了，给他个无关紧要的职位，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便知。考不过，他自己也没脸再提，楚国公也无话可说。皇帝，这有何难？儿臣遵母后懿旨，便给他一次考核机会。阮尚书，有些事睁只眼闭只眼，方能长命百岁。楚国公府那档子事，不是你该管的。明日知道该怎么做吧。
严大人，阮尚书突发恶疾，主持考核之事就落到您头上了。这是试题，照此准备，事成之后另有重谢。这试题未免太过偏颇，下官。严大人，你儿子在国子监读书，前程远大。你老家的田宅店铺也很是不错，有些事不需要下官说的太明白吧？江大小姐，考核定于3日后，在吏部公述。下官是此次主考官。有劳严大人亲自跑一趟。明日考题或许会有些生僻冷门，迥异于常。大小姐，您务必仔细审题，万事小心。时辰到，启封试题。好手段，这般偏题怪题，寻常进士也未必能答全，是真怕我有一死图的心。想用这种手段拦我，可惜你们算错了人。江大小姐，7日之期已到，时辰到了。陛下，臣等评阅完毕，将欲共答97题，涵盖经史、地理等科，答案引经必典，论述清晰，见解独到，对前朝弊政的分析切中恳请发人深省。臣等一致判定优等。江玉，民女在。试题偏难，你可知情？回陛下，民女只知尽心答题，不论难易。好一个不论难易！那朕问你，治国之道何为根本？如何长治久安？陛下，治国根本在强基固本。一曰强军，兵精粮足，外御其辱，内政不轨，乃立国之盾。2曰富国，轻徭薄赋，鼓励农商，藏富于民，流通货值，乃立国之基。3曰教化，兴学堂，明礼法，导人向善，乃立国之魂。4曰吏治，选贤任能，严明考纪，乃立国之骨。5曰安民，体察民情，赈济灾荒，抑制豪强，使百姓安居，乃立国之心。五者相辅相成，不可偏废。众卿以为以此女才干，当任何职？陛下，老臣有一言。江玉才学确实出众，让人眼前一亮，但女子当官实在少见。突然身居高位不合规矩，也容易惹人闲话。老臣觉得，不如先给他个历练的差事。户部管着天下钱粮户籍，事情多，最需要心思细、坐得住的人。加上这几年各地查账查田亩正是缺人的时候，不如封江玉做户部清查御史，正6品，既能让他施展才华，干点实事，也是个磨练。清查御史名头好听，实则适合对旧账、稽查田亩的苦差，远离户部核心，常被戏称账房先生。这分明是明升暗降，将我调离机要位置。丞相所言有理，江玉，你可愿领此职？臣领旨谢恩，必定好好当差，不辜负陛下。好，即日起授江玉户部清查御史，正6品，10日后至户部上任。江玉为官是全府喜事，我年事已高，往后府中事务，江玉可做主，众人需尽心辅佐。
你个逆女，你要抢走我的一切吗？世子之位你看不上，现在连这个家你都要霸占，是不是？世子爷，您喝醉了，快回房歇着吧。你现在得意了，当着全家的面，祖父把管家权交给你了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？父亲，您今日来就是想问这个？不然呢？我为这个家操劳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如今倒好，被你一个女子骑到头上，你让我的脸往哪搁？操劳，父亲所谓的操劳是流连青楼楚宦，挥霍无度，是识人不明，被妾室和庶子玩弄，差点将全家拖入死地，还是偷盗发妻嫁妆，险些让公府背上私盐重罪。若非祖父与我清理门户，此刻您就不是在这里咆哮，而是在流放路上或者刑场之上。您可知，祖父原本是可以让您病逝，以绝后患。我能让您继续做富贵闲人，也是念在父女之情。您若觉得脸上无光，那是您自己挣来的。从今往后，您安安分分，我还敬您一声父亲。若再不知分寸，在外惹事，或是让母亲伤心，我有的是办法，让您彻底清静下来。您好自为之。廖嬷嬷，送世子爷回去。今夜之事，若有人敢外传，家法处置。玉儿的话，你都听明白了。我给你的机会只有这一次，从今往后，你就在自己院子里吃斋念佛吧。府中诸事你不必再过问，我已给玉儿管家之权，他自然也有处置人的权利。你若再行差踏错，休怪为父保不住你。下官江玉参见尚书大人。江御史年少有为，陛下钦点入我户部，是户部之幸。户部掌管天下钱财，事务繁杂，关乎国计民生。你初来乍到，先熟悉部内章程和历年公文。架谷库有近20年文书账目，你去那里把文书分类整理归档，等熟悉了部务再派差事。架谷库存放旧档案，平时没人去，是安置闲散人员的地方。下官领命，定当尽心竭力。退下。江大人，这是要去价格库。戴大人，正是。那里头积年的灰厚得很，唐尚书这事罢了。江大人出来，多看多听，少说少问，这里头复杂着呢。清水衙门，人迹罕至，正好。
杜虫，国之巨杜。玉儿，你捅开的可能不是马蜂窝，而是一座活火山。军需是国之命脉，与边关安稳、皇权稳固直接相连。敢在军需动手脚，多年不被察觉，背后牵扯的恐怕不只是户部，还有兵部里的杜虫，可能直达天听，牵连某位皇子，甚至与边镇手握重兵的将领有染。此事一旦掀开，必是血雨腥风，必定朝堂震动。我们楚国公府哪怕有从龙之功，哪怕世代勋贵，在这种漩涡里也可能粉身碎骨。玉儿，你现在知道了，是装作不知，继续待在价格库里做你的太平官，安稳熬资历，还是祖父，从我决定入朝为官那天起，就没想过要回头。这杜虫的巢穴，我已经看见了，看见了就不能装作看不见。此事绝不能声张，更不能贸然揭破。大蛇不死，反被其事，必须暗中查清背后站着哪些人。孙儿明白，我们需要铁证，更需要可靠的盟友。单凭我们，容易成为靶子。安远侯府是你外家，但你两位姑父的职位插不上手。朝中交好的人，要么分量不够，要么未必敢淌这浑水。有一个人，或许可以。安王，秦景为。他是锦衣卫统领，掌稽查之权，身份敏感。他又是皇子，心思难测，与我们交情不深，如何肯冒险？正因他是锦衣卫统领，稽查不法本就是他的职责。江陵侯府那次，我们有过默契，他需要功绩，需要立足的实力。这事儿若是真的，便是天大的功绩，也是天大的危机。他或许会感兴趣。即便他感兴趣，如何将消息安全递给他？锦衣卫眼线多，盯着的人也不少，消息一旦走漏，便是灭顶之灾。传递消息未必需要人，也未必需要言语。
王爷，无事，本王想静一静。退下。江大人的茶可不是那么好喝的。殿下来了，这茶便值得一喝。文卷本王看了，你胆子不小。殿下不也看懂了吗？你在价格谷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殿下既已猜到，又何必再问？军需账目自永昌12年起，北疆、西北乃至部分经营，采买损耗转运，皆有议程。单看无妨，何看触目惊心？所涉银钱，足以再养一支边军。而这背后，经手官员、关联衙门，最终受益刘向，盘根错节。玉儿人微言轻，只见冰山一角。但这一脚下，恐是动摇国本之患。你怀疑谁？无凭无据，不敢妄言。但能做成此事，瞒天过海多年的，绝非寻常官吏。或许牵连天家，或许勾结边镇。近日兵部有数道紧急行文，关于北疆军械换防、粮草补充。被以惯例核查路途损耗为由，在流程上略有拖延。虽合规矩，但时机微妙。殿下长锦衣卫稽查不法，此事殿下管是不管？你已将本王拖下水，此刻问这话，不觉得晚了吗？殿下可以选择不知，那文卷上的记号，除我之外无人能解。即便有人看到，也只会以为是寻常笔误。然后呢？看着你独自去查，最后死得不明不白，还是看着脓疮继续烂下去，直到边关生变，烽火连天。此事本王会暗中调查，锦衣卫这边我动用可靠心腹，你继续在户部谨慎收集证据，绝不可打草惊蛇，互通有无。记住，是暗中。在掌握一击必杀的铁证前，在能将自己摘干净之前，你我今日之会从未发生。明白。江玉，此路凶险，九死一生。你现在抽身隐于闺阁，或安稳做你的六品官，还来得及。殿下您
不也一直在这条路上，未曾抽身吗？找到你了，第一个露出来的线头。吸血的蛀虫，趴在国本上吸干血肉。不管你们是谁，藏得有多深，这笔债总有一天要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。账目、证人、关联、动机、物证，齐了。大小姐，安王殿下到了，请。看来江大人已有10成把握。王爷不也一直等着这一天？朝中已有风声，汤王虽倒，余党未清。汤伯阳在狱中并不安分，恐有反扑。证据链在此，铁证如山。他们如何反扑？譬如声称自己只是失察，主谋另有其人，甚至反咬你构陷。那就让他咬，看看是他的牙利，还是我的证据硬。大小姐，刑部大老眼线传来消息，汤伯阳试图通过旧部往外传递翻供口信。内容？他只反复说一句：“我乃失察，主谋另有其人，望故有明鉴。”江玉，这册子上写的，你敢跟汤伯阳当面对质吗？臣愿与任何人对质，证据都在，不怕他狡辩。好，传旨，明日3、4会审，朕要亲自听。陛下明鉴，
臣有罪，臣失察。但军需贪墨都是康王逼臣的，臣是从犯，绝不是主谋啊，陛下。汤伯阳，你说被逼，可有证据？康王拿我全家性命威胁，臣不得不从。陛下，臣冤枉。汤大人说被逼，下官有一样东西，请大人认一。这是景和19年3月，你亲笔批复，额外调拨2万斤铁料给汇丰铁器坊的批文原件，价格库存档，印章笔记清清楚楚。若是被逼，康王大可找人模仿笔记。敢问汤大人，康王怎么逼你写下这手续齐全、盖了印的批文，还存进价格库里？传证人，铁器司匠人刘石。刘石，你把那天对我说的话，再禀明皇上和各位大人。是。汤尚书曾派人来司里，说近年军需账目要做的好看些，用料可以虚报。汤伯阳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汤伯阳流放3000里，家产超没，子孙不准做官。康王赐死。军费贪墨案你办得很好，朕记得你之前交的密折里好像还提到税收账目也有问题。回陛下，是臣查旧年账目时，发现运税银的传数和上报的载银量对不上。对不上？是。景和时期18两年，运银船比规定多出2条，但吃水深度跟往年一样。臣怀疑多出的船，还有船上装的东西，恐怕跟江南谢家有关系。谢家，你要的船只线索有眉目了。多出的2条船是老旧曹船，经牙行转手，最终买主登记的是昌盛行。昌盛行表面是做南北货的，但我的人查到，这昌盛行与谢家二房一个外管事沾着亲，而且船买入后不久就转给了谢家控制的曹帮分舵。爹，还有更绝的，我顺着那外管事往下摸，您猜怎么着？他老婆的娘家表舅是昌平伯府的3管家。昌平伯，对，就是那个没实权却爱缠河生意的昌平伯。他有个侄子叫施顺安，在江州任转运副使，管的就是漕运和银库。施顺安，谢家这是用自己人管自己的赃。很有可能。昌平伯府与谢家二房素有往来，若谢家借昌平伯之手安置人手，在漕运和银库做手脚，方便至极。黎兄，你继续盯死昌平伯府与谢家二房，特别是银钱往来，大额且说不清去向的。得令，包在我身上。江州结缴税银20万两，景和18年春，湖州税银15万两，飓风兑付。原来如此，不是参假银，是直接用铅换走了30%的真银。江大人，该说的妾身早说了，今日又有何指教？谢家二夫人前日去了城西，在脂粉铺子挑了半晌，最后买了一盒茉莉头油。谢类少爷
似乎很喜欢茉莉香。你想做什么？磊儿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知道与否不重要。谢二夫人近来频频关心他，连他院里新来的小厮，得是二夫人亲自挑的。知道太多秘密的人，在即将倾覆的家族里会是什么下场？蓝大家，你比我清楚。不会的，他们是磊儿的亲人。亲人？谢晕连嫡孙都能当成工具，一个来路不明的孙子，算什么亲人？我都说，磊儿是我儿子，是被谢云那老畜生逼迫生下的。事情败露，抢夺我的孩子，冒充二房嫡出。税银的事，飓风钱庄替各州府转运税银时，会借口成色不一，统一重铸。在重铸的炉子里，掺入铅块，至少30%的银子都被他们用钱换走了。细点，同伙。江州城宝菊阁的地下银库，州府转运使施顺安，还有来人！蓝牡丹被江玉再次提审，恐已生变，是否先设法安抚？安抚？明安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天真？只有死人才会永远闭上嘴。他知道的太多，又有了软肋。可此事灭口，岂非不打自招？江玉正愁抓不到把柄。正因他抓不到把柄，才要斩断线索。蓝牡丹一死，线索就断了。江玉再有能耐，能让死人开口，此事我自有安排，你不必再管。那个歌姬活不过今晚，做得干净点儿，做成不堪受辱、悬梁自尽的模样。是。快点动手，勒死他，挂上房梁。不好，撤！谢家的死士胆子不小。人抓了，但嘴很硬，只说是为财。要他们开口难，但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他们开口，顺着他们，对外就说蓝牡丹吓破了胆，已经全招了。他还交出一份物证名单，上面有谢家核心人物，我们正挨个抓人。吓唬他们？吓唬他们，看谁先慌。夫人，打听过了，牢里传出的消息，那歌姬确实招了，还交了什么名单？锦衣卫这2日到处抓人，招了什么？名单上有没有磊儿？狱卒口风紧，只含糊说那歌姬一直念叨儿子，对不起。我的泪儿，不行，我得去找宁安。宁安，你听说了吗？蓝牡丹招了，他会不会把磊儿牵扯进去？你快想想办法。二婶，冷静点，祖父正在处理，未必就有事。未必，那是我的儿子，他若有事，我跟你们拼了！
不行，雷儿不能有事，你必须救他！救他？蠢货！你先想想怎么救你自己。夫人，您看那株白梅开得正好。宁夫人，贵府宴会何时任青楼储冠之人随意进入了？胡说八道！景和19年3月初7到初10，江大人连着4日都在户部架将库与我一同核对北疆军需账目，直至宵禁。我父子2人皆可作证，哪来的空与你厮守？确有此事，犬子虽顽劣，此事却不敢妄言。你叫支书，哪家馆子的？怡红院。哦，我且问你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与你相约，可知我惯用左手还是右手？洗什么熏香？常配何种玉佩？谁指使你构陷朝廷命官？现在当众说出来，或可按诬告从轻发落。若到了刑部大堂，铁证如山，便是死罪。是谢二夫人，她给了我500两银票和一封承诺文书，让我今日务必当众污蔑江大人。银票和文书就缝在我内衣里。污蔑，这是污蔑！我根本不认识这贱奴，定是有人伪造印记陷害我。将这污蔑朝廷命官、扰乱宴席的贱奴捆了，押下去细细审问。江大人，今日是宁府治家不严，让大人受惊了。此人宁某必严加审讯，给大人一个交代。宁叔逆秉公处理即可。本官相信朗朗乾坤自有公道。谢二夫人除了让你污蔑我，可还说过别的，比如事成之后如何，银子从何处来？他说事成后送我出京去南边，银子好像是从他城西的别院账上支的，那别院好像不只是别院。不只是别院？什么意思？有一次送钱来的婆子说漏嘴，说二夫人把东西放那儿最稳妥，好像里面地窖很大，常半夜有车进出。查了支书说的城西别院，还有我们之前监视的几处谢家产业，其中3处，今夜子时过后，都有重载马车悄悄驶出，往通口漕运码头方向去了。他们想从水路把银子运走，沉河或出海，毁尸灭迹。不错，码头有他们控制的货船。本王已调了一队锦衣卫便衣守在码头附近，但若要人赃并获，需有明确指令，且不能打草惊蛇，不能让他们把银子运走。那是关键物证，安王殿下，可否借锦衣卫精锐一用？我们就在码头，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。本王亲自去调人，码头见。大小姐，出事了！东双和曹帮葛大被刑部抓了。罪名？刑部说现场人赃并获，东双的货船上搜出私铸官银，咬定东双和葛大勾结私铸官银。好一招反客为主，这是栽赃陷害，怕我们查到码头抢先下手，想把水搅浑，拿我的人当人质。现在怎么办？更衣去刑部，我的人看谁敢动。
站住！这里是刑部，闲人退下。本官楚国公江玉，来问婢女冬霜被捕一事。让开！原来是江国公，不知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？郭大人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府婢女冬霜和葛大为何被捕？证据何在？现场人赃并获，证据很充分。私铸官银从他们船上起获，二人已画押，下官依法办事。依法办事，没经我那家主同意擅自抓人，赃物来源不明，口供是单方说辞。郭大人，你依的是哪条法？眼里还有王法吗？江国公，这里是刑部，案情细节无可奉告，人已见不到。这怎么？陛下口谕，私铸官银一案移交锦衣卫，人犯和物证即刻移交，刑部不得插手。郭侍郎，人本王现在要带走，你是交还是不交？伤得可重？都是皮外伤，未伤筋骨，但惊吓不小，需静养。小姐，奴婢没用，给您惹麻烦了。是我连累你们，好好养着，公道我一定替你们讨回来。刑部移交的人犯口供全是漏洞，只说奉命行事，却连主使者样貌、交接地点都说不清，明摆着是屈打成招，随便凑数的。他们想用快刀斩乱麻，坐实罪名，让我们无从翻案。可惜刀不够快，本王已禀明父皇，明日早朝当众理清此案。私铸官银一案闹得沸沸扬扬，刑部，你们怎么说？回陛下，人赃并获，口供齐全，臣等一律办案。哦，人赃俱获。睿亲王，臣弟近日与楚国公探讨古籍，偶得一法，或可辨明真伪，请陛下准臣演示。准。凡器物经手，必留痕迹，此石墨否其细，可吸附人手由之。以此法，或可显现银锭上最后经手之人的指印。陛下，请看，赃银之上并无江府婢女与曹帮之人的指印，反倒有谢家伙计的痕迹。这赃从何而来？不言自明。邱文庆，这就是你刑部办的铁案。臣失察，臣有罪。父皇，儿臣还查到，指使构陷提供假银的，正是谢府二房的一名管事，其人已招认，受谢二夫人指使。那个歌姬必须死，还有谢雷，他知道太多，不能留了。你找我何事？若想要钱，钱！谢二夫人，我要我的儿子！你说什么？你儿子与我何干？谢雷，我的雷儿，是你当年抢走了他，把他当成你的儿子养。亲自问，你对他可有半分真心？还是只当他是个巩固地位的工具？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被你们谢家逼疯的。夺我儿子，毁我一生，现在还要杀他灭口。谢云那个老畜生，他连自己的亲孙子都不放过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去问谢云，去问他，问问你的好公公谢磊到底是谁的种！父亲，你告诉我，磊儿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？蓝牡丹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放肆，成何体统，胡言乱语，你也信？那你说，他若不是我儿，是谁的？阿婶，
冷静点。你们都骗我！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，把我的泪儿还给我！反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关起来！祖父，玉儿，好，谢家将倾，你做得很好，但务必留一线，天理循环，莫让仇恨彻底蒙了眼，给自己也给旁人留条路。孙女，谢谢，您放心。节哀，老国公走得安详，你需保重。府里和朝廷都还要靠你。大哥，您找我。雷弟，你立刻走，今晚就走。谢磊，这是录影和银票，还有南边的地址，去那里隐姓埋名，再也别回上京。为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别问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祖父也容不下你了。祖父他要杀我，就因为我的身世。听大哥一次，现在就走，从后门走，马车在巷口等你。公子，雷少爷他马车坠崖了，找到时已没气了，这是在他手里攥着的。背水沐浴更衣，然后备车。公子要去哪儿？去楚国公府。大小姐，谢大公子来了，他说要求见，人到灵堂外了。让他进来。谢家宁安，代谢家满门向老国公请罪。谢家对不住江家，对不住你，今日种种皆是咎由自取。江大人，往日种种算计亏欠，宁安在此一并谢罪。哭什么哭？谢家覆灭在即，你要跟着陪葬吗？这婚必须退！父王，我不退，宁安一定有苦衷，他不会骗我，我要去问他。冥顽不灵！从今天起，你待在房里，哪儿也不许去。退婚书，本王明日就递去谢家。哥哥，宁安，谢宁安，你出来见我，我有话问你。郡主，请回。宁安，父王他要退婚，我们退了吧，正合我意。你说什么？宁安，你是不是有难处？你说出来，我让我父王。郡主，你对我已无利用价值，从今往后两不相干，请回吧。利用价值？没有利用价值。
罪人谢宁安求见陛下，有贪墨国帑、私铸官银、构陷忠良之重案，要告发。大人，宫门外出事了，谢家大公子谢宁安正跪在宫门外，高喊有重案告发，要见陛下。谢宁安，他这是要……大人，咱们管不管？这事怕是不小。被教更衣，本官要入宫。所有罪行皆在此账册副本中可查，涉及人证名单在此。罪人自知罪孽深重，不求宽恕，唯请陛下念在谢家旁系妇孺及部分远支族人实不知情，能网开一面。所有罪责，罪人谢宁安愿一力承担。赵福全，奴才在。传朕口谕，调禁卫军即刻包围谢府，所有门户许进不许出。将谢晕带入宫中，朕要亲自问话。禁卫军奉旨办差，开门！老爷，不好了，府外被禁卫军围住了，说是奉旨。谁带的头？可有旨意？好得很，我谢家百年基业将毁在一个孽子手里。走吧，老夫随你们去见陛下。看看，陛下，小孩子被人逼着瞎说，怎么能算数？这是诬陷，诬陷！谢宁安是你的嫡长孙，谢家未来的家主，他诬陷你，诬陷他自己和整个谢家。年轻人一时糊涂，被人骗了，也是有的。是不是瞎说，很快便知。江玉已经去请你们谢家隐秘银炉的掌炉师傅，还有长期合作的曹帮当家人，他们的话比你孙子更实在。陛下，楚国公江玉安王殿下已在殿外候旨，称已押解相关人证物证到齐。选。陛下，这三人是谢家司炉师傅。近3年来，谢家借重铸税银之名，令他们在银液中掺入3成铅块，换出等重真银。这是画押供词和工艺记录。是，大人说的对。此人是曹帮南县运输乡主，他供认谢家通过昌平伯牵线，长期雇曹帮船只运假银换真银，并伪造运单。这是历年运输记录副本。是，小的句句属实。陛下，臣与犬子黎正则已查明昌平伯与谢家2房账目，昌平伯收受谢家巨额贿赂，为其在江州运作官职打点关节，账目在此。谢晕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谢家累世受恩，不思报效，反贪没国帑，私铸官银，勾结朝臣，构陷忠良，罪大恶极。谢晕革去一切公民官职，斩立决，秋后处刑。谢家嫡系男丁流放3000里，欲赦不赦，女眷没入关闭。谢家家产悉数抄没，冲入国库，飓风钱庄，收归国有。谢宁安举报有功，且非主谋，免其死罪，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回京。其余旁系不知情者，
不予追究。谢家已倒，飓风钱庄已归国。你之前屡次提及强国需利器，如今绊脚石已除，你说的利器可有具体章程了？回陛下，臣有。陛下，北疆西陲外患未绝，我朝军备虽有改进，但杀伤和射程仍有局限。臣以为当成立专门衙署，集中能工巧匠，系统钻研火器等军国利器。火器，前朝也曾有过，但笨重难用易炸膛，成效不显。正因其难，才需钻研。可设将作院火器司，招揽天下精通冶炼的匠人，拨给钱粮，许以后路，鼓励钻研改进。不止于仿制，更要创新。比如让火铳射得更远，如何制造便携震天雷，如何改进弩箭连发。此事需以既有威望又懂此道的人来主持，你觉得谁人合适？睿亲王殿下，殿下最新将作，对机关火药素有钻研，且身份尊贵，处事公允，由殿下主管再合适不过。宣睿亲王。皇兄，当真？臣弟愿意。臣弟近日研读墨家遗著，对火药提纯已有心想，正需一方天地尝试。江大人，你上次说的冲击力还有气体膨胀，我已有眉目，正可应用于火冲改进。好，即日下旨成立江作院火器司，由睿亲王主管，楚国公江玉协理。一应人员、钱粮、场地优先调配，朕等着看你们的利器。江玉，殿下，若有一日我为君，这朝堂之上，可愿有你为相，与我共治天下江山。殿下，为君者需要一套让江山稳固的法度，和一群恪尽职守的能臣。臣愿做那为君分忧的能臣。至于相位非臣所忌，但臣必竭尽所能，让手中的利器，让这大钱江山变得更好。好，那本王便等着看你如何让这江山变得更好。谢公子，此翠路远，保重。走吧。像点样子了。记住，这官身是皇上赏的，更是你跟着江玉实干挣来的。以后在户部踏实做事，多学多看，别给老子丢人，别给提拔你的人丢脸。儿子谨记父亲教诲，定不负皇上隆恩，不负江大人提携。云康，你看，此处山脉为屏障，此处河谷可通行。带兵打仗要先懂地理，做官理政也要心里有数，懂天下版图，明白民生利益。管家，今年江北田庄的秋收账目，你整理好后拿给我过目。是，夫人，老奴即刻去办。你看，这是改进的冲管，加了螺旋膛线，制作极难，但试过几次，签子又稳又远。还有这激发装置比火绳安全。还有这个，江玉，你看这翅膀，我按空气动力反复调整，试了上百次，现在能从高台滑翔很远。若是放大加强结构，载人飞行或许能成。启禀陛下，射程120步，穿透铁甲。好火铳！睿亲王、江玉，你二人功不可没，全赖皇兄信任。
江大人协力，众工匠用心。此乃初成，尚有改进余地。臣与殿下已规划后续，力求射程更远，精度更高，使用更捷。陛下、殿下，火器司新制火铳已成，可小批量装备，经营精锐试炼。后续震天雷、便携弩炮等也在加紧研制。臣已拟定3年规划，逐步替换边军老旧火器，并于北疆、西陲要地增设武库，确保供应。准奏，一应钱粮人员调配，优先供给火器司。火器司已成气候，下一步你有何打算？殿下，强兵之后当是富民，国无民不立，民不富，兵再强也是无根之木。臣近日查阅各地卷宗，于农桑改良、水利兴修、漕运疏通等方面有些粗浅想法，已着手整理。你总是想在前头，也罢，这江山天下千头万绪，本就该一步步来。有你这般同心协力的能臣在前开拓，我这楚军在后支撑，何朝天下不治？自从楚国公上了那道漕运书，南粮北调，顺畅多了。云康，你见大了，这些书可看看。为官者，上佐君王，下安黎民。这安黎民3字，就落在这些田亩沟渠、柴米油盐之中，要懂，要用心。姑母教诲，云康铭记，定当用心向学，不负姑母，不负门楣。玉儿，你如今位高势繁，身边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。娘，我现在很好，女子未必非得嫁人，我有想做的事，有要护的人，有展抱负的天地，这已是许多人求不来的圆满。祖父，您看到了吗？谢家已倒，毒瘤铲除，火器已成，边防坚固，云康见长，门楣有继。女儿推动的几项农桑漕运小策也初见成效，百姓日子松快了些。您临终嘱咐留一线，孙女一直记得。谢宁安在流放地安分守己，前日递了请罪书，孙女已按律酌情，为他稍减了劳役。这一线，孙女给了。您嘱咐的，孙女都尽力去做了。如今这般光景，您在天之灵，可安心了。火器司所制利器，威震边陲，功在社稷。睿亲王潜心钻研，居功至伟，尽亲王双凤。楚国公姜玉协理有功，更以女子之身立不世之功，胆识才学堪为典范，朕心甚慰。特赐御笔国士匾额，悬于楚国公府正堂，以彰其功。陛下圣明，恭贺楚国公。臣姜玉谢陛下隆恩，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如今四海初定，边患稍息，新政方兴，可算如你所愿了。殿下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强兵之后，富民之路方才起步。富民之后，还需开明制、兴文教、立法度，路还很长很长。路长无妨，既然方向已明，那便你我走君臣，一同走下去。臣
愿随殿下赴此长路，至死方休。女子为官，亦可谋国。